那些拿正经果实玩恶趣味的人。海贼王里有为恶趣味而生的果实，比如荷尔蒙果实、透明果实，懂的都懂。还有一些果实明明是正常的，纯属是本人有那么一点点恶趣味。手术果实的罗平时看起来很正直，实际上很会玩。在冰火岛因为被草帽一伙弄得下不来台，干他们吧没必要，忍了吧又不甘心，于是就用手术果实给草帽一伙来了个身体互换，包括后来斯摩格和达斯奇也换了，让他们闹了不少笑话。手术果实被罗玩出了这么离谱的能力，那只能说明罗如果吃的是荷尔蒙果实，那他能比小1万玩得更嗨。爆炸果实，这个果实其实还可以，而且随着2年后炸弹迎来了史诗级的加强，只要量级够，重伤大妈也不是问题。不过拥有爆炸果实的 Mr. 5也被称为鼻屎男，就不好好用，见人就谈会爆炸的鼻屎，期间还谈到了索隆的刀上，给索隆留下了永远的心结。其实路飞如果吃下爆炸果实应该也挺强的，因为路飞也爱玩鼻屎，而且比他的更多、更大、更准。伏伏果实的警卫们在德岛用伏伏果实模仿明哥，虽然很敷衍嘛，但古拉迪乌斯他也是个脸盲，还算有点用。本以为警卫们以后用伏伏果实能用在什么奇谋上，结果后面心思全用在了如何给女士变清凉的衣服上去了，而且越来越凉快，离谱到审核员都不得不对娜美罗宾的变装福利进行删减。病果实的毒 Q 能力就是可以让人染上疾病，差不多就跟他这个病殃殃的状态一样，看起来没什么很奇特的。但是毒 Q 还能用出一个很迷惑的能力，会改变人的基因，让人变性，且会传染。互相接触的话，那大家一起愉快的变性，这个倒是可以用霸气解除这个病，没啥实际用处，就是纯纯的恶趣味。不过后面请务必把这种恶趣味用在草帽团身上。龙果实古代种万龙形态的奎因，和弗兰奇一样，奎因看起来也是个变态，因为他也有一些整活发明。不同的是，奎因结合了自己的果实能力，像是能把自己的躯体发射出去，四肢留在原地。果然是分头行动啊！怎么着？这是欺负人类没见过恐龙是吧？那留在原地的身体还可以当炮台，并且是声控的，非常智能。只不过声控有 bug， 搞得奎因每次无意间提到万龙发射器，就会被自己的身体给疯狂开炮，而且还没开2度。类似这种果实名字听起来很正常，但总会有一些迷惑的功能存在。怎么说呢？恶魔果实也无奈的表示，别误会啊，在整活的可不是我。草帽一伙自己觉得没什么，但别人很羡慕的事情，自己拥有着觉得无所谓，可是那是别人想要还得不到的。最搞的是当事人对这件事还完全没感觉。首先就是路飞，海贼女帝爱他爱得死去活来，这事儿换到别人身上那真是做梦一样。但是路飞对这事儿完全没有概念，所以就随口一说和女帝是朋友，就这还把山治给刺激到了。要是路飞说女帝喜欢自己，想和自己结婚，山治高低得原地晕过去。索隆、小紫和他睡了。作为和之国的花魁，能获得小紫的事情，那是很多人挤破脑袋都没有这门子的事儿。连小紫自己都觉得这是件很难得的事儿，还问索隆开不开心。不过获得花魁自愿服务的索隆根本是油盐不进，还说你还觉得挺光荣的是吧？这事最羡慕的还是目击证人布鲁克了。不过布鲁克更牛逼啊，他睡的是四皇大妈。山治获得了男人的浪漫战斗服，虽然说当初死也不用的山治终究是没有逃过真香定律，但因为杰尔玛的关系，山治始终是嫌弃的，还当着奎因的面给踩爆了。可是作为男人的浪漫，路飞、乔巴、弗兰奇还有北海的迷弟们怎么可能不羡慕这种装置，简直是做梦都想体验一下。路飞要知道山治暴殄天物的话，遗憾的心情那得是和没能拉上狙击王上船是一样的。娜美威霸上手就会，作为能用身体感受天气的天才航海士，驾驭方向和海流如同吃饭睡觉，普通人要训练10年才能驾驶的威霸，光月玉田和路飞都先后在这上面栽了跟头。然而娜美上来就会，还玩得得心应手，路飞当时看到都快羡慕死了，甚至耍起了小孩子脾气，很不服。罗宾自我感觉一般的情报能力，在和之国，罗宾伪装成艺妓进入黑炭大蛇的府邸，很快获得了决战当天大蛇的起床时间，要送去鬼岛的贡品内容，凯多喜欢的东西和手下组织结构，对方的兵力和武器数量。然后罗宾还很自愧地说自己没用，只得到了这点情报。看十郎直接就懵逼了，夸罗宾牛逼，言下之意是你把我组织的老底都揭干净了。当时在场的伙伴加起来都没罗宾一个人知道的多。乔巴有和娜美罗宾共浴的特权，当时乔巴因为毛皮上落了很多火山灰，被罗宾邀请一起洗澡。首先乔巴对人类女性没有想法，还推辞说今天不适合洗澡。乔巴没觉得什么，布鲁克倒是来劲了，请求乔巴带自己一个。布鲁克说自己没有作案工具，是不是也可以？罗宾直接冷酷地回了句不要。布鲁克的心都伤透了，布鲁克连心脏都没有。乌索普赏金力压德岛的大佬们，明哥当时发赏金的时候一个一个点名，点到最后乌索普发现没有自己，本来都暗暗窃喜又躲过一劫，结果明哥最后给乌索普了个全岛最高星级5颗星5亿，爱他就把最好的给他，明哥可谓是爱之深恨之切了。看当时周围的人还有路飞索隆的反应就知道这事儿有多离谱了，因为当时路飞索隆包括罗都不清楚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当然也因为这事儿，乌索普的官方赏金从3000万直接飙到2亿，都压过当时的山治了，全团第3。弗兰奇真是一把羡慕住。弗兰奇几句话的功夫造好一座桥的基建狂魔手艺，当时索隆、山治、乌索普都惊呆了。这桥甚至都不是敷衍了事的临时桥，还有护栏和雕花。
但是弗兰奇自己却不以为然，他甚至对护栏上的雕花不太满意，说再稍等一下，他想再修改一下。这工匠精神属实是太过于离谱了。布鲁克轻松收割历史正文。当布鲁克从头盖骨里拿出3份历史正文拓本的时候，在场的所有人都难以置信的愣了，只有当事人布鲁克风轻云淡，还转而关心佩德罗的情况。其他4皇都梦寐以求的历史正文就真的这么到手了吗？一旁的布鲁克仿佛就是撒了泡尿一样简单的回应，啊，是的。所有人又惊了。慎平轻轻松松11亿赏金。七武海制度废除后，原七武海的赏金也陆续解冻，慎平在和之国轻松拿捏福斯福，提升到11亿赏金。说实话，因为现实原因，慎平的赏金也被压得厉害。不过慎平作为见过大风大浪的人，显然对他的赏金没有太多感触。可山治可是羡慕的都快觉醒尼卡形态了，所以有些优势在自己手里不自知，在别人那里可是日思夜想。关于这点，想到路飞曾经说过的话，我不会剑术，也不会航海，不会做饭，更不会吹牛，所以他找了相应的伙伴，选择无条件信任伙伴。在这上面，伙伴们也从来没有让路飞失望过。草帽一伙那些可可爱爱的小习惯。草帽一伙每个人都有标志性的小习惯，就是那种出现次数不是很多，但不经意间透露着可爱的。首先，路飞很喜欢拍别人的后背，而且拍起来就是啪啪啪一顿狂拍。大概有2种情况，一种是特别高兴的时候，逮住谁拍谁，在快进入伟大航路的时候，因为过于亢奋，拍完山治拍索隆。第二种是夸赞别人，路飞会用拍后背的方式来表达。在弗兰奇介绍船坞系统的载具后，路飞表示非常喜欢，对弗兰奇咣咣一顿拍，然后弗兰奇突然一个经典动作把路飞给撞倒了，严重怀疑弗兰奇是故意的。然后见识到人鱼凯米能和鱼交流，并让鱼群在海里画画的时候，路飞也拍了凯米。还有娜美被猫狗夸赞是了不起的航海士，路飞虽然不懂，但是觉得自己选的航海士肯定是最棒的，又是对娜美一顿猛拍，不出意外被娜美给打了。山治喜欢撅屁股，山治一郁闷的时候就喜欢撅屁股，而最郁闷的事情莫过于总是跟他过不去的悬赏令了。第一次是喜提全世界最丑悬赏令，第二次是因为名字上带了文斯莫克，第三次就是最新的悬赏金被慎平压了一头。不过山治在报纸上看到维奥莱特公主的时候，也兴奋地撅起了屁股，撅得老高，多少是过分妖娆了。索隆喜欢舔刀，作为剑豪舔刀耍酷一点也不奇怪，看索隆那娴熟的舌技，估计也是平时没少舔。不过索隆舔的更多的是3代鬼彻，河道一文字除了咬在嘴里，好像从来没有舔过。当然索隆最好不要舔到河道一文字上，因为河道一文字已经砍过鼻屎了。罗宾喜欢用手托着下巴，罗宾平时喜欢坐在一旁看伙伴们打闹，或者独自思考一些东西。这个时候罗宾最常做的动作就是这个非常稳重温柔的姿势，而且当初罗宾2次悄悄登上草帽团的船都有摆出这个动作，感觉很有神秘姐姐的气质。乔巴喜欢捡小木棍，乔巴这个习惯是受路飞的影响，当时在空岛的时候，路飞随便捡了根木棍，乔巴看到了觉得很好玩，后来自己也捡了一根，没想到2年后乔巴回到香波队群岛的时候，手里还攥着木棍，所以怀疑乔巴是不是2年前的那根木棍根本就没有扔掉，而且在剧场版里乔巴手里也有。娜美喜欢吐舌头，娜美其实很喜欢卖萌，时不时的展示她那小舌头就是其中之一。娜美吐舌头的时候，就说明她已经在动脑子了，而且大概已经达成了自己的目的。所以娜美最后的一下吐舌头，给人一种小贼猫古灵精怪的感觉。弗兰奇喜欢做他的经典动作，情绪到位的时候，小臂紧贴，身体倾斜，再加上他那句经典的口头禅。不过想做到如弗兰奇这么舒展，还是有点难度的。弗兰奇除了自己喜欢做这个动作，作为最会搞氛围的一员，他还会感染到别人一起做这个动作。你不会还要教你。除了方块姐妹，2年期间还有激动一家。这个动作原本呢手臂还要跟着转几圈，还有配套舞蹈，但是2年后好像省略了，动不动就直接开始 super。乌索普喜欢竖大拇指，活泼好动的乌索普小动作有很多，不过最标志性的还是用大拇指朝向自己，一般就是发表类似自己8000步下这种预言的时候，或者给自己壮胆的时候。还有就是添油加醋，对东海之后的伙伴讲述自己在东海如何带领路飞打败强敌的故事。这个时候也就乔巴会信以为真。布鲁克吃完饭就会打嗝加放屁，布鲁克经常性的饭后习惯。这个其实和弗兰奇的动作类似，看起来没什么，但是打嗝加放屁同时做，好像还挺有难度的。关键是布鲁克看起来完全没有这种功能，就很神奇。每次布鲁克饭后做这个习惯的时候，都会受到山治和娜美的鄙视。慎平一懵逼就会流汗，草帽团可以说让慎平发现了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这样一群人，所以慎平在认识路飞到加入草帽团这期间，懵逼流汗次数逐渐递增。每次懵逼，慎平都会显得很呆，再加上反射弧有点长，什么事儿慎平总要默默思考一下，这是什么神操作，而且时常伴随着流汗的表情。所以草帽一伙好像每个人都有非常贴合他们个性的小习惯，不是很经常出现，但是都是些不经意间的可爱。海贼王里那些从早期沿用至今的钢铁设定，海贼王连载26年，早期的一些东西或削弱或改变，甚至是消失，这也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不过依然有很多很重要的、很有趣的东西完美保留了下来，一直沿用至今，为人津津乐道。一、悬赏令。悬赏令堪称是海贼王里最伟大的设定。还记得司法岛篇的 CP 倒立值，直到陆奇卡库新篇章出现在弹尖岛的时候，都没敢再提这件事儿。倒立值和战斗力无异，如果倒立值这东西存在，海贼王的战斗力顶上战争就崩完了。但是悬赏金不一样，除了极个别的有一点出入外，绝大多数人的悬赏金和一个人的战斗力有一部分关系，但总归是实力、影响力、威胁程度、残忍程度等等的综合体现。而且七武海会冻结赏金，这招真的绝了。悬赏金的价值它不确定，也不容易崩坏。最重要的是有足够余地让尾田连夜改，而且还改得有理有据。数值虽然可以有零有整，不过就是个参考范围，让你参考，不把话说死。所以至今罗杰的55亿6480万依然是行业标杆，海贼王至今无人超越。从最开始到现在，每次赏金的更新都能成为里里外外大家的谈资。二、名刀，这也是个老设定了。早在罗格镇索隆买刀的时候，凉快刀50弓，大快刀21弓，无上大快刀12弓，以及腰刀都划分清楚了。名刀的设定一方面和索隆绑定，索隆真的是开局一把好刀，其他的全靠捡。每次索隆拿到好刀都会感叹可以，这次又爆了个好装备。还有就是大佬配名刀，鹰眼的黑刀叶，白胡子的丛云切，罗杰的艾斯等等，都会让人觉得逼格满满。不过至今无上大快刀都没有全部出现，这个设定依然保留着悬念。三、生命卡。在阿拉巴斯坦，生命卡的设定首次出现，艾斯给了路飞自己的生命卡。海贼王里的伏笔有很多，而生命卡的伏笔出现率印象中是100%。除了艾斯这个，娜美用罗拉给的生命卡震慑霍米兹，被熊拍飞的草帽一伙都有雷利的生命卡用于集合，只不过后来时间从3天后变成了2年后。杰克用卧底看侍郎的生命卡找到相主，得到之后，路飞把生命卡分给了萨博、草帽大船团、贝拉米，这些人最后一定也会到场帮助路飞吧。四、电话虫。这个小东西出现的很早，路飞打完阿龙后就出现了，后来各种各样功能的电话虫陆续出现，又有了更精致个性的私人电话虫。和之国还有当地特色的电话罗，这些小玩意儿戏份不多，但戏很足。如果海贼王里突然没了电话虫，会总感觉缺了点什么，他们已经和海贼王的世界密不可分了。五、地之一族。早在路飞首次悬赏的时候，风车村的村长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算是给地之一族定了基调。在途中不断有人加深这种设定，朵莉尔姨娘、雷利、大妈、克拉松还有世界政府都对地之一族反应强烈，甚至被称为神的天敌。罗也对自己名字里的地产生好奇，想必当年把地之意志托付出去的那个人一定干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非常壮烈吧。六、历史正文。在阿拉巴斯坦，历史正文和古代兵器的设定一并出现，这种戏份不多的破石头却关系到海贼王里最重大的3个结果：古代兵器的下落、空白100年的真相，以及如何到达拉福德鲁。七、恶魔果实。说实话，在这个霸气为王的时代，恶魔果实被削弱的已经不成样子，不过它依然是海贼王里最长久核心的设定。而且黑胡子海贼团肩负着果实派的使命，只要黑胡子还活着，那就要对果实能力的对拼环节保留一份希望。八、职业与定位。海贼团的风格大概可以分为2种，一种是路飞、红发、罗杰这种船员会担任自己拿手的职位，航海士、船医、厨子、历史学家什么的一应俱全。还有一种，当然私下里他们可能也有自己相应的职位，但表面上会有头衔，比如像是百兽团的3灾6子，大妈团的将星，民歌团的花色干部，黑胡子团的1到10号船船长，白胡子团的1到16番队队长，也算是一直以来有小小仪式感的一种设定。9、势力框架。在动漫31集七武海被首次提及，227集3大将被首次提及，314集4皇被首次提及，这是海上最强的3大势力。虽然这些头衔下面的人会不断更迭，七武海前后有11位，3大将赤犬升任元帅，青雉辞职，藤虎绿牛顶上，4皇先是黑胡子取代白胡子，然后路飞巴基顶替在和之国落败的凯多大妈。不管如何更迭，这个位子总会有新人来做。七武海制度虽然被废除了，不过这也不算设定上的崩坏，个别七武海自己说的。下岗七武海们也没有因为制度被废除而被踢出势力框架，反而继续在大海上各自兴风作浪，依然是除了4皇和海军之外最耀眼的那批人。10、世界观。这才是海贼王里最稳的设定，也是尾田的拿手好戏。除了以上的几种设定都是世界观的一部分，海贼王里还有奇异稀有的动物，千奇百怪的岛屿，奇形怪状的种族，不同人身上有不同的特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风土人情，在某一刻能改变世界的缘分相遇等等，这些东西从来都没有消失过。也因为对世界细致的架构，海贼王每一个篇章都能充满新颖的活力。总之，战力崩了，海贼王不会崩，这个崩了，海贼王才算真的崩了。全能音乐家布鲁克啥都会一点。布鲁克在船上担任着一份优雅浪漫的职位，似乎不需要干什么体力活，不过平时布鲁克完全可以帮到任何职位上的伙伴，非常全能。首先是管理经验，草帽团还真不缺跳槽船长，慎平是正儿八经的当过船长，乌索普那个陆地船长也勉强算当过吧，而布鲁克也当过代理船长，当的怎么样先不说，起码平时老不正经认真起来，也有一些带兵经验和管理能力，没这个心但不代表不会。然后是高频战斗员，
布鲁克应该是除了主力几个人之外最能打的了，既有剑术也有果实能力。布鲁克的战绩有输也有赢，不过都很高光，毕竟他的黄泉果实真的蛮厉害的。在和之国没有明显加强的布鲁克，到后面应该还会有更高光的时刻。航海是候补，在去万国的路上，路飞一顿随心所欲咖喱把一船人给干崩溃了，那只能是娜美去做饭，海图就交给了布鲁克来看。娜美起初还怀疑布鲁克会看嘛，布鲁克说没问题，就交给我吧。之后草帽团绕开了监视网，也到达了蛋糕岛，布鲁克还是有一些航海才能的。第二舵手，去蛋糕岛的这一段路，布鲁克不光要看海图，还要掌舵前行，因为路飞掌舵被布鲁克吐槽技术太烂，把舵轮都给干着火了。其实感觉草帽团里标船技术最好的是慎平无疑，第二阵容就是弗兰奇、娜美和布鲁克。在德岛也是布鲁克掌舵，躲避大妈海贼团的追击，完成了路飞的命令，小分队先行前往左屋。当然布鲁克也会开很多载具，比如船坞系统里的鲨鱼潜艇，布鲁克开的最多，手拿把掐相当熟练。船匠辅助，平时修船这种事情都是弗兰奇大包大揽，而布鲁克虽然不精通这行，但是给弗兰奇打打下手也是常有的事儿。刚上船那会儿还帮弗兰奇搬可乐桶，力气还不小，只不过布鲁克拿成了酱油了，现在应该完全没有问题。历史学家的好帮手，布鲁克本身就足够有历史，毕竟罗杰都只能算个新人。作为历史正文收割者的布鲁克，在蛋糕岛印出来了3张历史正文，其中一个还是红色路标，惊呆现场所有人。罗宾如果能看到历史正文会非常高兴，只不过罗宾当时不在现场，不然的话罗宾高低得奖励一下布鲁克。完事布鲁克倒是收到了娜美的奖励，也非常好。狙击手的弹药，布鲁克打奥兹的时候有一招叫雷鸣剑革命舞曲突进去，自己作为子弹，配合罗宾的能力，娜美的雷电和乌索普的巨大弹弓弹射出去，直接刺穿了奥兹的肩膀。这颗特殊的弹药威力也很强大，副作用是被雷电给电到，反正布鲁克也不怕雷电。第二个骑士，山治曾经的定位主打一个骑兵和保护女士，在对的时间出现在对的地点。不过后来山治有更多的事情要去做，也要打一些硬仗，所以布鲁克有点补上这个位置的意思。蛋糕岛布鲁克是各种出其不意，和之国又充当罗宾的护花使者，船医的最爱。在医术上布鲁克不太能给乔巴帮上忙，但是对医生来说不添麻烦就是帮大忙。希鲁鲁克和乔巴的愿望都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生病，那就太好了。恰好布鲁克就是这种体质，乔巴都不需要给布鲁克看什么病，因为布鲁克根本就不会死，因为他已经死了。布鲁克最脆弱的也就是骨头了，可惜这也只不过是一口牛奶就补回来的事儿。另外布鲁克也是一名合格的导游，兔子上船参观的时候，布鲁克绅士的轻车熟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带其参观。想当初布鲁克刚上船的时候笨手笨脚，想帮忙却搞砸了很多事情，感觉自己很没用。对此路飞只是说，我已经认定你了，你可以加入，比起这个赶快来吃饭，大家都在等你呢。在伙伴的包容和鼓励下，布鲁克感到很舒服，很有安全感，也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如今他可以帮伙伴做这么多事情，做到了最好的自己。海贼王里一招秒的价值，既然把枪口对准别人，那就做好觉悟吧。有些人出手既是开始也是结束。路飞2次秒贝拉米，第一次在魔古镇先让对方尽情的花里胡哨，然后一拳放倒，安静了，舒服了，1亿贝利的大佬看清楚了，当时贝拉米悬赏5500万。第二次德岛，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贝拉米已经成长为了路飞后一年的超新星，和巴托洛米奥是同一届，不过依然是被路飞一拳秒的命运。此时贝拉米悬赏1.95亿。明哥秒四魔格，动漫里还算给烟鬼留了点面子，让他和明哥 battle 了几招，其实明哥一招之后直接就起脸了。冰火岛时期罗的赏金是4.4亿，直白点说斯摩格远远不到这个水平。慎平秒莫利亚，顶上战争吸了影子的莫利亚被慎平一招焦瓦正拳给打吐白眼了，当时只有一句感叹，同是七武海这也太菜了，怪不得战后吴老先要除了他。莫利亚在老七武海里赏金还算比较靠前的，有3.2亿，后面慎平又让鹰眼给秒了，这个是动漫魔改，他俩就没交过手，不然感觉鹰眼用小刀就能秒莫利亚了，真惨。不过看鹰眼现在4皇水准的赏金，小刀秒莫利亚好像也没毛病。路飞秒和平主义者，2年前超新星打这玩意儿无比狼狈，只单挑谁都打不过，路飞索隆山治联手都不能完全干掉一台，2年后路飞秒他只需要一拳，这一拳的价值能秒2年前任何一个超新星，包括路飞自己。麦哲伦秒黑胡子右团，推进城里一招毒龙把黑团给制住了，黑胡子此前用暗暗果实吞噬过毒墙，这里他并没有给自己解毒，是不能还是不想呢，还是被毒麻了。之后溪流带着解药来投诚了，因为黑胡子当时没有赏金，按照黑胡子对标艾斯，其他人按顶上战争后的赏金算，黑胡子右团大约是7.5亿的水准。黄猿秒超新星，在香波地群岛收网阶段，黄猿先后秒掉沃尔基、阿普、德雷克、霍金斯和索隆5名超新星，总悬赏8.97亿，结果完事儿一个也没抓，也造就了黄猿工资到位4皇踢废，大侄儿到位明眼划水的经典。卡普秒马尔科，在70多岁老人家面前玩偷袭，可惜马尔科找错人了，卡普跳起来就是一拳，一拳撂倒后小马哥就再也不敢走捷径了。当时马尔科被锤的脖子近乎是180度扭转，战后马尔科头上和脖子上的绷带怎么来的，也只有卡普打过他这里。
马尔科赏金是13.74亿，顶上战争时期应该也大差不差。凯多秒路飞，5黄1棒在当时确实也算个黑历史了。谁让路飞拿铁头功硬拼雷鸣八卦来着？15亿被1棒秒杀，路飞当场就值了。但是海贼王里一大错觉就是路飞白眼了，白眼只会让路飞越来越强。罗杰秒光月玉田，虽然罗杰一招神臂秒玉田并不是秒到白眼一翻失去反抗能力的那种，罗杰给这位他心爱的武士留了点面子，高手过招，这样就算是分出胜负了。玉田在白胡子船上待了4年，也在白团这期间玉田有了悬赏。遇到罗杰的时候，玉田的赏金还不到巅峰，应该在15到20亿左右吧。红发秒基德，这应该是迄今为止纸面价格最高最干脆的一场秒杀了。继2年期间断臂后，基德觉得自己又行了，新悬赏令还没顾得上多看2眼，红发继承着罗杰专用来秒人的神臂，一招让30亿的基德体验到了世间的残酷，吓人。基德也是直接失去了意识了，不过比当时15亿的路飞还夸张，基德如今可是30亿，30亿确实水，但没有想到能这么拉，又或者说是红发太强了。上回是断一只胳膊，这回连船都给劈了，算是全军覆没。神臂在线，霸国在临。东丽和布洛基也说出了和当年红发相似的经典语录：既然把枪口对准别人的家乡，那就做好赌上命运的觉悟吧。草帽团非能力者适合吃哪些恶魔果实？恶魔果实吃下后可以让人立刻拥有相对应的神奇能力。草帽一伙现在有路飞、罗宾、乔巴、布鲁克4名能力者，那其他人又适合拥有哪种能力呢？弗兰奇、瓦布尔的吞吞果实。热爱合体和改造的弗兰奇就适合吃这种身为一个人太羞耻的果实。有了吞吞果实，弗兰奇真的就能实现草帽团巨型大皇帝的梦想了，集伙伴之所长，合体成一个人。这可是现在总悬赏大几十亿的超级战士，直接无敌。但是罗宾肯定会第3次拒绝。然后就是巴雷特的合体果实，合体果实可以将废品重新排列，组成新的武器。觉醒后可以在超大范围内制造武器和铠甲，并归于自身。血肉苦弱，机械飞升，非常贴合弗兰奇的追求。SBS 里给的是 Baby Five 的武器果实，武器果实就比较直接了，全身上下都可以直接变成武器。乌索普，因为乌索普本身就有超远的见闻色和精准的狙击能力，所以拔果实和瞪果实其实对乌索普的加成不是很多，更适合乌索普的可以是邦迪沃尔德的默默果实。默默果实能让自己的移动速度大幅增加，走位风骚，也能将接触到的物体的速度、力量、体积、重量成倍增长，最高可达100倍。乌索普可以用于强化自己的各种弹药，比如可以吞掉一座岛的食人花，可以在8000步下的船，最难躲避的子弹，甚至是能吓死凯多的乌索普铁锤，很不错。SBS 里给的是白胡子海贼团6番队队长的口袋果实，简直就是哆啦 A 梦，适合乌索普放他的稀奇古怪的发明和弹药。娜美，德索罗的金果实，毕竟可以控制黄金，只要是看到的黄金，那都可以收为己有。除了这个，还有警卫门的夫妇果实，这样就不用跟人砍价买衣服了。娜美应该是很想拥有这样的能力。自然系果实也 OK， 配合娜美现有的宙斯，以及可以制造风雨雷云雪的天后棒。作为胆小组的一员，娜美待在后排也可以，适合贝洛贝蒂的鼓舞果实，在后方摇旗给路飞他们家全套增益 buff。SBS 里给的是艾尼路的响雷果实，还是术业有专攻嘛，响雷果实如果可以让娜美的雷电更厉害，那也不错。山治对恶魔果实这种东西没有兴趣，但宁愿永远不会游泳，他打小最想要的也是透明果实。另外黄猿的闪闪果实，因为山治有恶魔风脚和魔神风脚，想变得更灵活，闪闪和光速踢是绝配。长面包的吃果实，这颗果实可以将世间万物变成食物，草帽团最大的开支应该就是伙食费了，能省下不少钱。主要是山治一天天给大家做吃的，路飞一天至少5顿，有了吃果实，山治至少能轻松点。SBS 里给的是塞鸟尔的游泳果实，给的理由依然是恶趣味，他可以在地面和墙上游泳，而且无视墙壁，用这个能力做不可描述的那些事儿。索隆呢？索隆已经向世界第一大剑豪更加迈进了一步，快斩果实完全不需要，索隆倒是适合门果实。本来想着索隆用门果实可以避免路痴，但是一想也不对，索隆有了门果实怕是会越走越远，那样的话索隆有了门果实应该会很快找到拉夫德鲁。SBS 里给的是凯多的鱼果实幻兽种青龙形态，不过尾田表示索隆的刀如果是吃的凯多的果实的话，那一定会酷到爆。一想索隆那刀的拟人化还是算了，很惊喜但应该不会很帅。慎平不需要吃果实，不然慎平变成杰克那样的不会游泳的躺平鱼人就尴尬了。还有就是留下慎平当捞尸人员，一个海流过肩摔全捞上来，效率拉满，所以 SBS 里也没有给慎平安排什么果实。不过话说回来，一些恶魔果实可以让他们在现有的基础上有强化，但相比这些强化，这几个人并没有这个意愿。索隆要靠自身努力，山治弗兰奇本身对恶魔果实没有兴趣，娜美乌索普也一直专注自己的技能，放在2年前吃果实还可以，不过他们现在靠自己的努力一样可以变得比果实能力者更强了。外号王路飞能准确记住哪些人的名字？路飞是出了名的脸盲加记不住别人名字，这俩加一块那就是灾难级别的记忆力，所以路飞通常都是用特征外号称呼见面次数不多的人。除了伙伴朋友亲人不算，路飞能记住哪些人的名字呢？1阿龙，
经典的不许弄哭我的航海士，破墙而入，直接点名找阿龙，非常帅的一幕。アーロンってのはドイツだ。2. 克洛克达尔，路飞和老沙看来也是真爱了。从阿拉巴斯坦之后到推进城也有一段时间了。可是，在推进城和老沙再次邂逅，路飞不光是直接喊出了老沙的名字，在老沙从阴影里缓缓走出来的时候，路飞就隐约对上号是谁了。这跟罗宾不提波罗，路飞就想不起马尔科，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记忆力。看来路飞真的对老沙印象很深刻，毕竟当初也是能干掉路飞好几次的人。3. 艾尼路，当时艾尼路击伤了索隆罗宾，让路飞非常生气，愤怒的路飞就找到了艾尼路，因此路飞的记忆力也就又被激发了出来。4. 多弗朗明哥，在冰火岛的时候，路飞还未正式接触明哥，只是在顶上战争注意到过一下，所以最开始路飞称呼明哥为鸟男，之后路飞对明哥最常用的称呼就跟咱们一样，就是明哥。从路飞口中说出来还是蛮亲切的。后来再次一拳哄睡贝拉米，路飞愤怒地喊出了多弗朗明哥。5. 凯多，路飞对凯老师还是非常尊师重道的，从来没有喊错过凯多的名字。从冰火岛开始，路飞耳边就没断过凯多的名字。当时罗说到凯多有500能力者的时候，路飞突然就不困了，还露出了非常可爱好奇的表情。6. 凯撒，在蛋糕岛，路飞被击谈判的时候，路飞先是没用别人提醒就认出凯撒了，这相当不容易。众所周知，路飞当初连索隆山治都能认错，这里他居然认出了乔装后的凯撒。更单纯的乔巴还在懵逼的问凯撒在哪儿，只不过路飞也好骗，凯撒说自己叫瓦斯蒂诺，路飞就改口认错人了。7. 卡里布，并不是所有跟路飞做过敌人、伤害过路飞伙伴的人，路飞都记得他的名字，比如陆奇，直到现在路飞还叫他养鸽子的。不过卡里布和路飞的交情并不深，路飞在和之国竟然可以脱口而出卡里布的名字。8. 贝拉米，路飞和贝拉米2年未见，在德岛的时候路飞也能对上号，虽然一开始也是叫错了名字，管他叫马洛，贝拉米纠正之后，后来路飞就再也没叫错过。9. 基拉，在和之国之前，基拉和路飞并不熟，他们只是在2年前香波利群岛有过一面之缘，没说过话。可在和之国，基拉都变成那样了，基德只是喊了一声基拉，路飞秒认，还能对上号。此刻马尔科真的是哭晕了。除了这些，另外熟人里面也想说2个比较好玩的，一个是波克穆斯，见过猫腹蛇老大后，路飞通常管波克穆斯叫波克腹蛇或者乌龟腹蛇。但是到路飞打完卡2后，波克穆斯精心伪装后来救路飞出去，自称是迷之穆斯的时候，路飞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能认出来了，还叫对了名字。还有就是汉库克，路飞刚开始管女帝叫汉默克或者是汉毛克，后来就再也没叫错过。总之，路飞对不太熟的人未必记不住他的名字，对熟人呢反而未必能记得住他的名字，这种脑回路是不是迷惑又可爱呢？海贼王中那些比老大还牛批的小弟，一个海贼团最风光的往往是船长，不过有些小弟干的事情却能让他们老大都望尘莫及。路飞的小弟巴托洛米奥，巴托这一路都堪称是奇迹，相比路飞一路坎坷，巴托不带航海士，全靠给乡下奶奶打电话咨询，就闯入了新世界，见到了自己的偶像。这还不算啥，巴托干的最牛逼的事情就是把自己老大的引路人四皇红发的海贼旗给烧了，还换上了草帽团的，这种嚣张程度等于是骑在红发的脖子上拉屎，这事儿还让红发给知道了。整个海贼世界有几个人能干得出来的？不过以路飞的性格，等他知道这件事后，应该会捧腹大笑，感叹巴托很有趣吧。凯多的小弟杰克，德岛结束后，靠船王杰克干了一件凯多没想到、明哥没想到，连海军都没想到的一件事，靠战国腾虎鹤的船解救明哥。虽然平时拿杰克靠船当个梗，不过杰克当时还是以全身绷带的代价击毁了海军的2艘军舰。然后杰克觉得这次靠的不爽，接着又去靠相主，让相主一鼻子甩海里了。因为是个吃了果实的渔人，然后就4平8稳的躺在海底等老大来捞。凯多来了跟杰克讲，以后出门在外千万别说我是你老大，正所谓是虚假的百兽船长凯多，真正的百兽扛把子杰克。巴基的2个小弟老沙和鹰眼，和之国篇结束后，巴基阴差阳错的混上了4皇，而3哥成了皇父的最佳人选。这件事儿老沙起初也挺郁闷的，明明是我传的局，到头来我从沙鳄鱼变成沙师弟了。不过将计就计，有个顶包的冤种也不错，老沙和鹰眼也就顺水推舟的把巴基捧成了首领。这也就造就了海贼王里为数不多老大可以随时被2个小弟暴打的奇观。不过巴基这也不算唯一，当时隔壁还有个同是天涯沦落人的4皇，也被船员暴打了一顿，关在了笼子里。索隆的2个小弟约瑟夫和强尼，当索隆还只是个小有名气的剑士的时候，2人就已经被称之为刀神和剑圣了。当索隆老大被鹰眼侮辱的时候，约瑟夫、强尼再也不隐藏实力了，拔刀就要上去了结了鹰眼。
路飞你就这样按住我吧，不然我会忍不住杀了米霍克。从此鹰眼就乖乖在家种地，再也没来过东海。克里克的小弟阿金，前面几个多少有点荒诞，但是阿金感觉他是真的比他老大克里克厉害。阿金在海上餐厅打得相当自如，无伤秒折谱，放水擒山治，一招碎盾牌，当时还要1v2山治加路飞。在老大克里克最后暴走的时候，阿金没用武器，一拳就把克里克哄睡了。这还是在阿金被毒气重创之后，感觉阿金出于良知，全程都在收着打，就这还1v4全胜。所以一直以来，阿金的再次登场被翘首以盼，不仅仅是当初的一句伟大航路再见的约定，还想看看阿金这种开局就拿 MVP 的人，如今究竟成长到什么地步了。娜美的三色霸气和六式体术。娜美可以说是海贼王里最低调的人，因为这种精通三色霸气加六式的强者居然混在胆小组里面。那么就首先来看看娜美的三色霸气强到什么程度。见闻色霸气在娜美这里也叫见钱色霸气，娜美对钱的敏锐程度不输于路飞闻到肉，索隆闻到酒，山治听到女人的呼救。普通见闻色发动的时候，眼睛会闪烁红色，而见钱色霸气眼睛则是会变成贝利，并施加全套增益 buff。武装色霸气，虚假的铁拳卡普，真正的铁拳娜美。橡胶路飞、硬汉索隆、金刚狼山治这三个怪物体质，一旦沾到娜美的拳头，便纷纷破防。相比之下，什么四皇、皇父、七武海都是弟弟。铁人弗兰奇一逼斗干出鼻血，骨头布鲁克也能打出肿包，这是什么级别的流鹰？霸王色霸气，霸王色在娜美这里也有另一种叫法，叫做幸福之拳，见者有份，一击必杀，光速清场。当然霸王色的话，略有实力的人可以免遭此劫，幸福之拳也差不多，主要是用于清场山治们。另外，娜美也已经完全掌握了霸残加流鹰的输出方式，因为在和之国遇事，娜美隔空击飞了山治，看样子山治受了严重的内伤，鼻血横流，倒地不起。除了三色霸气，六式体术，娜美更是样样精通。指枪，普通的指枪只会让对方感受到皮肉之苦，而娜美的指枪会直接给人心理上的创伤和压迫感。路飞、索隆面对 CP9 的指枪尚可挺住，但面对娜美的指枪，他们却毫无还手之力。除了这个，娜美的指枪还可以用来砍价，不得不说，这么强的招式用在普通人身上，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蓝角，娜美平时倒不怎么对其他人用这招，不过经常不懂就问的布鲁克是没少挨了娜美的蓝角。娜美的蓝角甚至成了布鲁克的专属，经常就是二话不说，一脚就甩过去，一击必杀，而且会配合霸气一起使用。指挥，使用者的身体可以像纸一样柔软，躲避攻击，是见闻色的初级用法。在恐怖三人帆船，娜美也是在双脚不移动的情况下，熟练躲避阿布萨罗姆的强吻，强吻如雨下，却能滴水不沾身，可见娜美当时的指挥实力已和见闻色无异。跃步，使用者利用脚力腾空，并可以在半空闪躲腾挪，同样是在恐怖三人帆船，娜美拽着乌索普躲避僵尸的追击。跃步一般是自己独用，娜美当时带了个乌索普，增加了体重，只能勉强用出走样的跃步，不过也可以和袋鼠僵尸 battle 一下，实属不易了。看来娜美其实也是精通跃步的。T， 使用者瞬移到对方面前发动突然一击，在进入和之国的时候，因为路飞在船头肆意飙船，娜美曾对其使用过 T， 这招应该是娜美手拿把掐的。铁块，在鬼岛，润提说自己的头最硬，娜美第一个不服，面对润提的头锤，路飞被顶得翻白眼了，乌索普头骨粉碎性骨折，他俩都扛不住，然而娜美却结结实实的挨了润提的蓄力一击，而且还是加了武装色硬化的。娜美居然没有白眼，立刻就清醒了过来，完后还能挣扎。虽说六式学武士，铁块不要学，这是个宿命技，不过以后只信卡普和娜美的铁块了，别人的铁块只能说没练到位。看来路飞、索隆、山治、慎平四大主力为什么听娜美的？娜美为什么是船霸？海贼王为什么叫航海王？路飞为什么是海贼王的男人？一切都迎刃而解了。OK， 本期内容就这么多了，以上内容纯属当真，切勿娱乐。红发的面子有多大？红发出手次数虽然不多，多是蜻蜓点水一下下，但仅凭刷他的那张帅脸，就可以摆平大海上绝大多数的争端。面子果实名不虚传。顶上战争时，红发赶到战场之前，是中途去阻拦凯多了。根据凯多后来的自述，凯多当时非常郁闷，两人没有达成任何的妥协交易，而是红发的出面直接将其劝退，只能说6。红发忙完那头忙这头，红发到达战场后，神奇的是各方势力剑拔弩张的情绪居然瞬间消退了。赤犬一拳被红发挡了后，再也没冲动过。鹰眼见到好兄弟来了，直接收刀下班。野心膨胀的黑胡子也作罢熄火。战国关停大招，直接宣布停战。也就在这儿，红发说出了那句最低调但最霸气的面子语录。战国说红发是你的话，那可以。顶上战争，红发正儿八经的一招没出，却劝退多方势力，还把白胡子和艾斯的遗体带了出来，帮助白团解决了后事。这个面子可是够大的。2年后，升任元帅的赤犬会见吴老星，吴老星说你的面子算个屁。红发会见吴老星，吴老星却说我们专门腾出时间来接待你。世界政府都要给红发个面子，何况海军本部。和之国绿牛甚至都没有见到那张世界上最有面子的脸，就被吓退了。Red 里面，海军想捡罗乌塔，红发一个震慑全场的霸王色，黄猿流汗，藤虎收刀，就看谁敢动手。海军只能草率收兵，说红发能一招秒人也没毛病，毕竟懒得出招，面子秒人一直是红发的绝活。看起来白胡子当时没给红发面子，其实呢也给了。
红发会见白胡子的时候，刚开始白胡子对红发带来的西海的酒非常嫌弃，可是听到红发说这是我游遍世界喝过最美味的酒了，我家乡的酒尝尝吧。白胡子看到这一幕大口喝了起来，转而说哦还行。虽然双方的事儿谈崩了，但在面子上，如白胡子这样的人物终究也是给了红发一些面子。在剧场版里，红发的一个身世也被透露。据吴老星说，红发是一个显赫家族的后裔。好家伙，原来红发也是个实锤的根正苗红的富二代。当然了，这些都不重要，面子等于实力，因为红发够资格。没给红发面子的人，什么结局大家也都看到了。山贼王下肚了，晋海王垂废了，巴基被揍了个半死。红发的诅咒就是玄学，面子果实顶尖霸王色，看到这张脸就情不自禁的想给个面子了。果实中的隐藏大佬黄泉果实，目前草帽团主力4人组就是路飞、索隆、山治、慎平了吧？那剩下的伙伴最接近这个级别的应该就是布鲁克了。布鲁克距离主力只差一个大号密码，当然大号虽然是个梗，但黄泉果实是实打实的强，一颗更比4颗强，因为黄泉果实集合了4颗果实的优势能力。第一颗就是大妈的魂魂果实，准确的说是，如果在实力对等的情况下，黄泉果实对魂魂果实有绝对的压制力，这2颗果实感觉有克制关系。在布鲁克封神之地蛋糕岛，大妈的霍米兹最怕草帽团的2个人，一个是拿着大妈生命卡的娜美，一个就是布鲁克。大妈抽国民的生命造霍米兹，布鲁克抽霍米兹成就灵魂之王，食物链顶端的存在。即便是面对普罗米修斯、宙斯这样的高级霍米兹，布鲁克也能拿捏，划伤了普罗米修斯的脸，宙斯更是被布鲁克梅开二度。面对大妈本人，布鲁克当时没招，只能靠自己的魅力把大妈给睡了。不过遇强则强，灵魂之王，这个潜力不可限量。第二，黄泉果实有罗的手术果实最 bug 的一个能力，手术果实可以给别人做不老手术，黄泉果实不仅能让自己重生，甚至是永生。布鲁克比较脆弱的就是他的骨头，但他的骨头受到一定损害后，对他造不成什么伤害，而且喝牛奶长牙补骨头这个操作，让他根本就很难死啊！不对，他本来就已经死了，这才是最无敌的。那就算布鲁克的骨灰被人给扬了，理论上灵魂还是可以继续存活的，能不能找到别人的身体寄宿那就不知道了。总之，布鲁克这辈子面临的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彻彻底底的死去。第三，黄泉果实有灵魂果实的玩法，佩罗娜的幽灵看得见摸不着，神出鬼没鬼鬼祟祟，能穿墙有意识，布鲁克一样可以做到。用这一招去刺探情报，吓人恶作剧简直屡试不爽。别人想抓这些飘来飘去的东西还抓不到，想躲还躲不掉。要说佩罗娜的天敌还有个乌索普，而布鲁克最大的敌人那只有自己了，因为他总是自己被自己给吓到。第四，黄泉果实有轻质冰冻果实的能力，布鲁克号称小轻质，2年后习得黄泉寒气，斩击中附带冰冻效果，可以瞬间冰封敌人。在蛋糕岛和欧文上演海贼版的庞克哈萨德元帅之争，在和之国，布鲁克虽然没有正儿八经的对位敌人，给罗宾打辅助，但操作一样精彩，瞬间就把那个狂妄的哈巴狗跑轮给浇灭了。然后一个小冰河时代给整个房间降温，再来个帅气的冰上滑步和风骚的收剑，一气呵成。这么看来，除了冰冻范围现在还不如轻质，感觉其他的也大差不差了。看到这一幕，我只想说，冰冻果实狗都不还不至于。话说黄泉果实吃1颗等于吃4颗，这也多亏布鲁克开发的好，还有一手精妙的剑术加持，不然黄泉果实在战斗力方面下限还是蛮低的。但感觉黄泉果实的上限还没有开发到极限，而且布鲁克经常干一些扮猪吃虎的事儿，说着最不经意的话，干着最屌的事情。这也是为啥感觉布鲁克最接近主力级别的伙伴，没有之一了，因为他靠这手能力干出什么大佬级别的操作都不奇怪。罗宾可以有多温柔？把温柔留给伙伴，把恶魔留给敌人，把过去留给自己，这就是最好的罗宾。罗宾有坎坷的过去，并不友善的绰号，但这些都没有将他的本性改变。还记得罗宾刚上船的时候，怕大家睡着凉了，给大家盖衣服，当时索大还对罗宾保持着高度警惕，不过罗宾并没有觉得什么，因为他之前都是这么过来的。索隆以后对罗宾有多好，那就是后话了。那段时间，罗宾给山治路飞也盖过衣服。慢慢的，罗宾是很想融入这伙有趣的人的，但罗宾绝不是因为这一点才体贴伙伴，因为罗宾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后来。在德岛的时候，罗宾也给蹬被子的路飞盖过被子。罗宾叫大家起来看流星雨，睡在绘图桌上的娜美看起来很累，罗宾就轻轻拍了拍她。路飞那几个睡得死的，罗宾就粗暴一点，也很有趣。罗宾那个时候话也很少，不过他给伙伴带去的都是不需多言的温柔。空岛之后，罗宾和伙伴们羁绊比较深了，罗宾会给乔巴最喜欢的棉花糖吃，这份温柔也是保持到了现在。罗宾最新赏金出来的时候，他依然是没有什么感触，远远没有为乔巴吃棉花糖重要。罗宾也是很宠乔巴的，因为早期罗宾和乔巴互动比较多，在一个陌生的环境，有一个能和自己说话的生物有多重要，想想也是知道的。同样，乔巴也很喜欢罗宾，在罗宾被 CP9 盯上后，罗宾选择牺牲自己，不让伙伴卷入这场纷争。罗宾并没有太意外，因为不知从哪天起，他就决定要为这群人这么做了。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了，但让罗宾有些意外的是，伙伴们冲破各种险阻来到自己面前。这个世界上居然有人如此在乎自己，终于达成了双向奔赴。
在这之后，罗宾渐渐的更开朗了，也更温柔了。罗宾拖住疲惫的乔巴，然后放在自己的膝枕上。另外，老是被欺负的弗兰奇也体验过在罗宾膝枕上睡觉。罗宾还会邀请身上不舒服的乔巴一起洗澡，把那2个男生给缠的。谁不想体验罗宾的这份温柔呢？罗宾除了一本正经说出很恐怖的话，这种腹黑，其实他也很会夸人呐。刚上船那会儿，把乔巴夸得心花怒放的，在喂路飞吃东西的时候，还不忘夸一下山治的手艺又进步了。这2招要是全用在山治身上，那山治还不得原地起飞了。在德岛感谢巴托的时候，还给小鸡君抛了个媚眼儿，巴托表示很激动。在佐屋的时候，坦言不担心被多方势力盯上，因为身边有一群可靠的伙伴，可把其他人都给夸兴奋了，一个个对罗宾宣示主权。在和之国夸慎平成熟稳重，而且罗宾喊慎平的时候习惯加老大2个字表示尊重，太有礼貌了。当然罗宾也夸过弗兰奇，他说弗兰奇越来越不像人了，弗兰奇很高兴。罗宾比以前更爱笑了，不是那种神秘深沉的笑了，而是真的很开心纯净的笑。在司法岛之后，罗宾哭过2次，但都不是因为不开心的事情。第一次流泪是因为一件很可爱的事情，没错，就是龙之柱快消失的时候，罗宾真的很喜欢他，对他夸了一路的卡哇伊。龙之柱完成了他一生的使命后，然后罗宾就不舍得哭了，把一朵花放在了龙之柱的图案上。第2次因为一件很暖心的事情，就是不久前贝加朋克的分身透露萨乌罗其实没有死，罗宾喜极而泣。青雉真的是大好人啊！除了在生活上，战斗中罗宾依然可以奋不顾身地保护伙伴。在卡文迪许不受控制袭击罗宾的时候，罗宾并没有将他打飞出去怎么样，而是用花花果实能力将他握住。当然后面卷心菜为了不让第2人格伤害罗宾，自己用手握住了剑刃，也很帅，而且还把自己的衣服给罗宾穿。明哥用弹线攻击受伤的罗，而罗宾则是用身体在保护罗。卷心菜及时救场。在狂热行动中，罗也是二话不说公主抱罗宾，将他带离危险之地。在面对迪亚曼蒂的铁刺雨的时候，花伞不足以抵挡，罗宾也是用身体在守护蕾贝卡。战后罗宾面带轻松，让蕾贝卡回到父亲的身边。其实只是罗宾在故作坚强，他的后背早已被铁刺给刮伤了，但罗宾最后依然很开心，因为蕾贝卡和居鲁士重逢了。他不想让这2个人和自己一样有一生的遗憾，真的就是自己淋过雨，想给别人撑把伞。在鬼岛，山治向罗宾求救，罗宾欣然援助，他也很庆幸伙伴危险的时候能想到自己。罗宾想说，不要觉得这很丢人，曾经你为了我也曾奋不顾身过呀。他把温柔留给了伙伴，把恶魔留给了敌人。虽然罗宾有恶魔之子之名，可真实的罗宾却和天使一样美好吧。罗宾和谁在一起都显得很百搭，因为温柔本身就是这样的呀。草帽团在敌人和自己人眼中的形象。海贼王里的著名哲学家库赞曾经说过，正义会随着立场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角度，甚至是改变。库赞的话非常酷也非常赞，就像草帽一伙，虽然我们一直喜欢着他们，可他们的对手却恰恰相反。首先是在世界政府的眼里，草帽一伙永远是全员黑化的形象，基本上就是凶恶海贼本该有的印象，跟温和欢乐完全不沾边。在他们眼里这可不叫帅，毕竟草帽一伙现在跻身成为对世界政府威胁最大的势力之一。相由心生，世界政府早已透露出对草帽一伙的忌惮。而在海贼同行的眼中，草帽一伙的形象更加可怕。奥兹眼中的黑化草帽团和茶胡子海贼团眼中的黑化草帽团，想必已经深入人心了。但这还不是最顶级的，最顶级的解读在大蛇玉庭翻众这边，路飞、索隆、基德、基拉直接就成了这个样子了，可怕到抽象。基德以前杀人成性不说啥了，基拉人家戴个面具也得给他变得面目狰狞，也忍了。索隆这是什么鬼？这人是叫索隆吗？你说这玩意儿他叫毒液，我感觉也不违和。然后同人画师就制作了全套的毒液版草帽团，没错，这才对味儿了，这才是真海贼的正确打开方式嘛。相比这些，还是写实派的海军最厚道。除了山治和弗兰奇，他们长啥样就拍成啥样，有的人还一张比一张好看。当然也有像老鼠上校吐槽把路飞拍得不像个海贼的这种。相反，在自己人眼中却又是另一番景象了，何止是善良，何止是帅。比如巴托和女帝的肉眼 PS， 那就可劲儿往路飞脸上加滤镜吧。女帝的还好，巴托的更甚，都 P 到失真了，帅的出油。滤镜归滤镜，还是那个原装的路飞更好。巴托眼里的其他草帽成员虽然没有那么夸张，但也是有不灵不灵的闪亮滤镜的。可唯独山治不一样，山治的头还是他的悬赏令，真的是连巴托的神仙滤镜都拯救不了山治的长相。到了草帽团内部，在乔巴的世界里，娜美也许一直都是个男人，毕竟在恐怖三人帆船，乔巴刚进场就听到了娜美对着罗拉说，我其实是个男的，这给了乔巴沉重打击。但是 you know， 只要没人给乔巴揭露一件事的真相，乔巴就会一直那样认为。当时监护人乌索普也没有尽到责任，之后乔巴还默默地肯定了自己听到的一切，说怪不得一直觉得娜美有一种男子汉的气概，所以至今乔巴也许还觉得娜美其实是个男人。在山治的世界里，索隆不是这样的，也不是这样的，更不是这样的，而是这样的，没错，就是一团移动的绿藻。当然索隆也不甘示弱，在索隆的世界里，山治长得和他悬赏令上的一毛一样。当时山治当着路飞的面吐槽自己的悬赏令根本不像自己，而索隆在一旁对着镜头说道，他不就长那样吗？气得山治已经无法表达自己心中的愤恨了，杀人诛心啊！
索隆对伙伴形象的描述一直都是这么简洁准确。在愚人岛和国王军谈判条件的时候，索隆命令他们去找一个沉默寡言的女人、一个机器人、一只狸猫和一只好色河童。乔巴哭晕在厕所，我把索隆当大哥，大哥把我当狸猫。在路飞的世界里，那就变得更加形象了。像是山治，路飞就记一个圈圈眉和一个好色就完了，有圈圈眉的一律上来就喊山治，追着女人耍流氓的看都不用看，一律也是自动识别为山治。而在所有船员中，乌索普被人认错的次数也很多，但凡是个长鼻子的形象都是乌索普。卡库凭借一个长鼻子把草帽团3大主力全给晃了一把。路飞乔巴认不出狙击王的时候，索隆吐槽他俩平时到底是靠什么辨别乌索普的？靠鼻识人没错，但他俩还很容易被人给忽悠，这才是硬伤。果然啊，一件事一个人会随着认知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角度。总之，海贼王里很多事情好像都在表达着这一个道理。草帽一伙遇到过的那些可爱的小角色，在冒险途中，草帽团遇到过很多人很多事儿，有些人依然有再次相见的机会，有些人可能只是匆匆过客，但这些人登场虽然不多，想起他们却觉得很有意思。恐怖三文帆船一位受了重伤的老人家，这是路飞给他的称呼。当时老大爷想爬出来吓唬路飞他们，结果又被尊老爱幼的路飞给摁进去了。大爷您歇着吧。在草帽团还没有展示6亿贝利组合技的时候，老大爷吼道：你当我是谁？我可是僵尸。展示完实力后，另一个老大爷忌惮地靠了上来。山治他们提醒路飞，不都说了这是僵尸吗？老大爷说，不，我不是僵尸，我是一个受了重伤的老人家。谢尔之镇给索隆送饭团的小女孩丽香，她第一次尝试做饭团就是为了报答索隆的解救之恩，虽然把贝鲁梅伯给齁到了，但索隆却温柔地让路飞带话，饭团很好吃。如今丽香已经是谢尔之镇海军基地小有名气的厨娘了，能做出让人慕名而来的饭团。被遗落在珍兽岛卡在宝箱里的宝箱大叔卡蒙，他与这里的动物一起相依为命20年，不仅是路飞第一批邀请成为伙伴的人，后来还和巴基成了好兄弟。如果他能看到如今的报纸，2张熟悉的脸庞赫然入目，想必也是感慨万千的。现在他遇到了一个卡在木桶里同命相连的小萝莉，关系非常亲密，也是人生赢家了吧。微微的搭档 Mr. 9和那个金刚芭比，他们在得知微微的身份后，都曾奋力保护过微微，逃过追杀。这是 Mr. 9最爷们儿的一次，结果帅不过3秒，比索隆还惨，口接鼻屎男的鼻屎。然而最不可思议的是，2年后 Mr. 9和金刚芭比他俩居然结婚了，并生了一个孩子。果然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长链岛的高跷老伯的经历也是相当生超，别人迁移走了，把他落高跷竹子上了，而且邪门的竹子居然还在继续生长。就这样在高跷上吃喝拉撒了整整10年，被路飞吐槽白痴。然后老伯拿出了珍藏了10年的陈年老奶酪请客吃饭，路飞居然还想尝尝，被乌索普阻止。老伯吃了一口，立刻食物中毒。如今老伯伯已经和家人老乡们团聚了，而且有了孙子孙女。分槽头的战斗员兼啦啦队长的波尔奇，他非常喜欢乔巴，一有机会就要和乔巴贴贴，给乔巴取了小乔乔的绰号。如此亲密，这样让乔巴对他避之不及。乔巴扑进罗宾的怀抱，他还会吃醋，毕竟乔巴怎么说也是草帽团的人。虽然福克西海贼团比赛耍诈，但好在最后愿赌服输吧。波尔奇追着乔巴，还想着在最后抱一下下呢。可可罗婆婆的孙女奇蒙妮和她的伙伴昆贝，感觉他俩是海贼王里最可爱的一对搭档。昆贝其实是一只兔子，但奇蒙妮一直把它当成猫，所以连昆贝自己都觉得自己应该是猫。他俩还会表情同步，非常讨人喜欢。玩着玩着，无意间找到了通往正义之门的秘密通道。奇蒙妮有1/4的鱼人血统，所以能在漩涡中把路飞给救上来。现在奇蒙妮已经成了水之都的小站长了。呆萌的鱼人小巴和人鱼凯米，小巴和草帽团初次见面，就是误把索隆当成了阿龙请来的客人，然后把路痴的索隆免费送到了可可西亚村和路飞会合。小巴和草帽团也算不打不相识，在小巴的冒险中，他救了人鱼凯米，2人办起了章鱼烧店，后来还请草帽团吃够了章鱼烧。路飞对待朋友也是够情够义，而小巴也是为了保护桑尼号身负重伤。小巴虽然对新上鱼求婚失败，但凯米暗恋着小巴的情愫更有意思。冰火岛的豹子半兽人兄弟非常的豪爽热情，和自己的同类路飞惺惺相惜，而且很快混熟了，互相观摩夸赞对方的身体，还比赛谁跑得更快。路飞自然没有忍住拉人家当伙伴，如果路飞不是他们的敌人，2人应该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德雷斯罗萨的2个混子王亚布德拉和杰特，就是那2个蹭路飞的牛蹭了一路的哥们儿。相比其他草帽大船团的人，他俩的实力真的有够混的，在竞技场还耍阴招。不过在路飞和罗被明哥分身堵到死路的时候，2人就像当年的刀神剑圣一样，面对齐武海挺身而出，将明哥的分身破坏掉，拯救了路飞和罗。第2个做出这种事情的是God乌索普，只是哥俩当时是在洞穴里救的路飞，没人知道这事儿，他们深藏功与名，后来也成功混进了草帽大船团。当然海贼王里还有很多登场不多但很有意思的人，有什么让大家觉得有趣的呢？可以继续补充。草帽团这一路的冒险实在太精彩了，不光是遇到大人物大事件，这些很多可爱的小人物更是草帽团神奇冒险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海贼王中破坏力超强的14大 AOE 技能，
在海贼王中，有些人打架不要命，有些人总是小心翼翼。不要命的主要是单体攻击强的，而那些小心翼翼的人，如果玩真的，可能一座岛就先没了。Top 14黄猿的8尺琼勾玉，自然系的范围系技能可以说是最多最强一档的存在。但黄老舅这个不一样，他至今唯一一次打出点伤害的，就是对老师责罚使用的那次，其他的不是空大就是被打断。虽然是个很开玩笑的技能，但真要打到身上也不怎么好受。Top 13老沙的侵蚀轮回，当大地开始龟裂，万物生灵皆为沙化，那就是老沙放大了，专克地板流打法，能飞的赶紧飞，能跑的恐怕不好跑。路飞的一双人字拖就陨落在此。Top 12凯多的热息，单说这一招的破坏力那是足够的，焚毁一座城镇，摧毁一座山，甚至贯穿鬼岛都是轻而易举。但后来也成了相当没有牌面的四皇技能，要么是被警卫门和索隆给斩断了，要么是被路飞给免疫了，要么是被雷藏给卷回去了，变得跟黄老舅那开玩笑的技能差不多了。不过桃之助习得低配版热息后，倒是给了绿牛一个下马威。Top 11明哥的鸟笼，明哥这一招 bug 的一点就是，当时高手云集的德岛没有一人能破得了。鸟笼有多无解，完全根据明哥自身实力。明哥不跪，眼镜不碎，鸟笼不倒。明哥如果有凯多那么抗揍，可想而知，路飞根本没有四处乱窜，等待剧情降神的机会，而破坏力也足以将整座岛屿切成废墟。Top 10艾斯的大岩界岩壁，将周围螺旋式的火焰汇聚成类似太阳的火球，可将岛内所有的物体尽数焚毁。萨博以前有火拳和火焰龙王2招，不过如今加冕炎帝，是否也学会了此招炎帝呢？在圣地可以和双大将开团，并打伤藤虎。看来烧烧果实已经被萨博玩得更加强大了。Top 9轻质的冰河时代，冰冻速度相当快，可将一座岛屿周围的海域冻结长达1周。人如果被冻住后，只要轻轻一敲就会粉身碎骨，除非用霸气或者能力震碎。这招就是个大臀控，延缓对手的行动。在庞克哈萨德与赤犬的对决中，两人的能力将岛屿的气候彻底改变了。不过单凭此招还不足以重创一些强者，需要配合轻质的其他技能。Top 8熊的熊掌冲击，将大量空气压缩成手掌大小的气块，然后释放威力巨大的空气炮，范围和威力足以覆盖一个岛屿。2年前也是可以轻而易举团灭草帽团的存在，只不过因为龙的关系，加上索隆的所作所为，让熊非常欣赏。熊技能召放那是任务需要，手下留情那是人情世故。Top 7藤虎的猛虎和陨石，拆迁办主任藤虎也是一位没有用出过全力的大将。别看藤虎和萨博他们打受伤了，主要是在圣地，藤虎的强拆根本不可能施展，不然剿灭天龙人的任务就不需要革命军了，藤虎一人就够。不过在德岛，藤虎差点把整个德岛给强拆了，拽下来的陨石属于无差别攻击，照这样下去，藤虎其实不费什么力气就能把一座岛变成人间炼狱。Top 6黑胡子的暗穴道，相当于一个小型黑洞，被黑暗触碰到的人或物都会被吸入下沉，在巴拿罗岛轻松将一座城镇彻底抹去。不过这招最恶心的还不是破坏力，而是能极大的限制能力者的果实能力。虽然黑胡子之前一登场就容易被人家给秒，显得很弱，但等黑胡子摆好架势，按果实还是挺 bug 的。Top 5赤犬的流星火山，同样是屠魔令套餐式的技能，宛如许多陨石从云层急速坠落，破坏力惊人，也是摧毁抹去任何一个地方不在话下。当时将海军本部内湾给炸得一片狼藉，包括白胡子的莫比迪克号也毁于流星火山。Top 4战国的冲击波，仅需一掌就可以让沾沾自喜的黑胡子等人二话不说先吐2斤血。虽然阵阵果实的威力显而易见，但战国依然可以抗衡阵阵果实。也许是黑胡子用的不够精髓，不过白胡子倒是一直是战国为劲敌，战国的实力也不是白给的。Top 3白胡子的普攻，没办法，白胡子不管是单体攻击还是范围攻击都没有名字，白胡子也是个只要不喊技能名就以为他一直在平 A 的人。白胡子就算年老体衰，也可以掀起非常大范围的海啸，要不是有轻质，10万海军估计大多要下水冲个凉了。海军本部在骇浪中显得弱不禁风，一拳连赤犬的腰子和身后的海军本部大楼一起锤废，吓得老战国当时就想原地退休了。Top 2艾尼路的雷营，雷营的范围和破坏力就算放到现在也是没得比的存在，一个雷营一个岛，当然炸毁云岛的那还只是个小雷营，艾尼路打算做个更大的，把整个空岛给炸下去，尘归尘，土归土。传说中的神器冥王也不过如此，只不过艾尼路遇到了一个无限大店主的路飞，就显得他很呆，也是倒霉。Top 1凯多大妈的霸海，四皇联手本就是一件很难达成的事情，更何况还打出了合体技，堪称是神仙眷侣般的缘分。当然双四皇的合体技要论威力那自然是无可匹敌的，索隆只能是硬扛住一瞬间，就算换个更强的来恐怕也不能强多少。这玩意儿要是怼着鬼岛，其实不管怼着哪里来一发，大家直接一起下海 GG。 所以很多人实力很强，真打起来却显得藏着掖着。藤虎每次陨石都是无差别攻击，经常被手下的小兵训斥一番。这些人要真清完场子，拉开架势的打，不仅是经费在燃烧，现场也是很惨烈的。可能都没有什么现场了。看来具备很多强大的范围性技能，虽然有恃无恐，但同样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啊。海贼王中屡见奇功的神奇报纸，报纸作为海贼世界中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不管是海军还是海贼，
四皇、七武海、革命军，几乎所有人都有看报纸的习惯，也出现了老沙、民歌这样的看报王。摩根斯的报社虽然经常受到政府干预，不过摩根斯从来不会逆来顺受，什么都敢报，这也帮了很多人，尤其是路飞的很多忙。鸟哥最强路吹的名号岂是浪得虚名？首先，路飞的名气和事迹大多是由《世经报》传播出来的，堪称是路飞最强的公关部门。路飞多次霸榜报纸的头版头条，屡次登上热搜，比如司法岛公然对抗世界政府，香波地打飞天龙人，大闹推进城和海军本部，2年后草帽团复活，拯救德雷斯罗萨等等等等。红发也时常需要通过报纸来了解路飞的成长，得以让路飞只需要专心搞事情，他的名气会随着成千上万的海鸥快递小哥席卷四海。报纸也是路飞的快乐源泉。众所周知，能让路飞高兴的跳起来的一件事，那便是看到自己的赏金大涨的悬赏令了。而悬赏令除了以撒传单的形式在城镇中传播，在大海上还会夹带在报纸里赠送。比如路飞的首次悬赏3000万，让路飞第一次尝到了这种成就感。后来的15亿也是如此，只不过路飞当时少数了一个零，看错成了1亿5千万，怎么还不升反降了，直接就泪流满面。通过这次的乌龙，看来海军还是没有搞清楚如何对付路飞。路飞哪有那么可怕，直接把他的赏金清零，都不需要派什么大将出来，路飞自己就会郁郁而终。包括现在路飞成为了四皇，赏金30亿，路飞看到这个消息，又是露出了尼卡式的表情包。每次的报纸都会增长路飞越战越勇的意志。然而吴老星似乎现在才发现，不能把路飞尼卡形态悬赏令和地支一族的背景公布于众，但显然为时已晚。要说《世经报》帮的最大的忙，那应该就是把3D2Y 的消息传达给伙伴们了。如果不是这个渠道，伙伴们能不能平安相聚还得另说，主要是他们也不会有2年时间去提升实力，毕竟当时其他人都是准备立刻返回香波地群岛的。报纸还让路飞第一次见到父亲的真容，虽然在罗格镇路飞和龙有过交集，不过直到在去万国的途中，佩德罗拿到了一份报纸，头版头条赫然印着革命军大本营被发现的新闻，上面刊登了龙和萨博的照片。比起没什么印象的老爹，路飞直接把龙给无视了，自然而然更关注萨博。直到众人提醒，路飞才恍然大悟，坦言第一次见到自己老爹长什么样子，并表示怪不得他脸上的拖鞋印那么的似曾相识。说到萨博，摩根斯有些报道确实很扯淡，提前把路飞吹成5皇的事儿还不是很离谱，像是萨博死了这种新闻就离原上谱了。现在确认萨博不仅没死，他和3个革命军队长跟藤虎绿牛打了一架，不仅全身而退，还救走了熊。只不过寇布拉的死的黑锅又甩给了萨博，这事儿一定也另有隐情。但是经过这么一番报道，世间的叛乱军纷纷把萨博当作神一样敬仰，萨博喜提炎帝称号，风头甚至盖过了龙。鸟哥真是把新闻和公关给玩明白了，流量赚到了，把人捧起来了，两全其美。除了这些，报纸上还会刊登一些有趣的内容，比如库勒卡斯手里的报纸，那个版面上印着艾斯追捕黑胡子的过程中被一个牛奶妹所救，最后艾斯帮助牛奶妹和父母团聚。还有冰山社长重新招聘秘书，但想必冰山已经对穿渔网袜的女人产生了心理阴影，最后招了一个10岁的天才小女孩，但这个小女孩扶眼镜的姿态和卡利法又颇为相似。这些都是扉页故事，作为彩蛋刊登在了报纸上。当然无处不在的熊猫人甚至也会出现在报纸上。报纸上的内容很丰富，但现在最可怜的是明哥，因为他已经和世界脱节了，报纸上的信息量他一时半会儿可能接受不了，什么一会儿罗30亿了，一会儿路飞4皇了，一会儿巴基又4皇了，萨博都成炎帝了。明哥哈哈大笑，表示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他妈比我当时退出七武海的消息还假，报社那边是没素材可写了吗？殊不知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而报纸就是这些神奇有趣事迹的载体。草帽一伙的沙雕等级，草帽团这些人的沙雕程度可以分为中度、重度和超重度。虽然沙雕杀一窝，但沙雕中也得挑那么1-2个相对比较正常的。首先中度沙雕娜美，娜美的沙雕源自她古灵精怪的性格，虽然长相甜美，但发起火来白眼和鲨鱼牙的生气脸，娜美是最多的，感觉比其他人加起来的次数还多。很多人猜测娜美有鱼人血统，有没有不知道，反正生气的时候这牙都是鱼人同款，尤其是谁动了她的钱，娜美就会秒变吃了凶药的霍迪琼斯。娜美作为买衣服最多穿的却最少的人，被人看光不止1次2次了。不过娜美也有应对办法，干脆将计就计，幸福之泉10万倍利每人每次。最屌的还是她的随身空间百宝箱，小手一伸随取随用，非常方便。娜美可没觉得不好意思。娜美作为海贼世界里智商很高的一批人，跟几个逗逼混在一起，自然也有一种小贼猫进了2哈窝的感觉。中度沙雕慎平，慎平和罗可以说是2极反转的经典案例了。慎平原本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严肃长辈，跟着路飞混了后，就开始逐渐解放天性，发现慎平老大还挺憨厚呆萌的，这个倒是草帽团里没有的气质。2年后一见到路飞，表情管理也被带崩了。然后就是逐渐刷新自己的认知，
学会了草帽团的传统技艺，打打闹闹误伤队友，充当捧哏背后吐槽，没见过世面的震惊气氛组等等等等，也是让伙伴们的各种奇葩操作整得没脾气。虽然现在慎平大多时候还是很正经的，不过慎平的沙雕程度还未就此停滞，毕竟看看罗就知道了。然后是重度沙雕，高冷剑士索隆和绅士厨子三治，这俩人跟着路飞时间比较久，那种气质早已是深入骨髓。除了索隆带着指南鸟都能迷回原点，三治长着一张悬赏令跟他有仇的脸，这些传统技艺外，这俩人居然情不自禁的会参与巨型大皇帝的沙雕合体，还有其他的太多了，动不动就交流感情，也是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娱乐活动。重度沙雕乔巴，单纯的乔巴原本只能用可爱来形容，但也正是因为乔巴单纯，还又菜又爱玩，也逐渐被带坏了。跟着路飞乌索普，可没少被娜美连带着揍一顿；跟着布鲁克悠哉悠哉的偷懒，被一起教训玩忽职守。再加上乔巴脸盲又好骗，从头到尾都没有发现这个狙击王有种很熟悉的感觉。被索隆吐槽，这俩人以前到底是靠什么辨别乌索普的？2年后，乔巴认错了路飞和伙伴们，还被气哭了，当然也是传统技艺常规操作。重度沙雕布鲁克，前面几个最起码正常的时候比沙雕的时候多，而布鲁克恰恰相反，刚上船就能跟路飞嘻嘻哈哈，太对味了。而且每当以为他要正经的时候，都会来那么一句经典提问。不挑食的布鲁克甚至连大妈都不放过。最搞的是，作为一个经常扮鬼吓唬别人的尸体男爵，布鲁克生平最怕的3样东西：鬼魂、僵尸和骷髅。重度沙雕罗宾，罗宾逗逼的程度甚至已经超过了前面几个，并还在不断失控，给弗兰奇把脉，往乌索普裤子上抹东西，一本正经的说出很可怕的话，总是会联想到一些奇奇怪怪的画面，在别人面前尽情表演，从来不怯场，吐槽总是能一针见血，并且对于厌恶的生物总是能不厌其烦的吐槽，但对于自己喜欢的生物也能不厌其烦的夸赞其卡哇伊，并目不转睛。到现在罗宾的颜值也崩过了，还接连崩了2次。罗宾这一路的变化轨迹清晰可见，从神秘的鬼魅女到后来温柔的搞笑女，再到现在的完整体沙雕女，罗宾的可爱是独树一帜的存在。然后是超重度沙雕，路飞、乌索普、弗兰奇这仨，他们3个在沙雕领域从来没让人失望过。路飞和乌索普作为死党，在船上活跃气氛、追逐打闹的始作俑者，绝对少不了他俩。而且2人的模仿能力出众，船上的伙伴几乎都被他俩模仿了一个遍。弗兰奇呢，年龄上虽然比路飞、乌索普年长10多岁，属于大哥级别，但好在弗兰奇是个变态，他的整活能力不输小年轻们，而且这个2B 程度往往和有多少沙雕技能是成正比的。弗兰奇这边有弗兰奇人马、弗兰奇无敌、弗兰奇乳头灯、弗兰奇风来喷射等等一系列颠覆生理观念的变态技能。乌索普这边有纸糊的吓人铁锤，用指甲挠黑板的乌索普噪音，说出那种光是听起来就很痛的话的乌索普咒语，比如用纸片割破指甲缝等等。路飞的奇葩技能更是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路飞作为草帽团团长，这种欢乐的企业文化的形成自然也少不了他的功劳。对于伙伴们的性格，有沙雕潜力的着重培养，没有的也能给你带偏过来。所以不管正经的还是不正经的氛围，路飞也当之无愧是草帽团的灵魂所在。怎么能不喜欢温柔的三治呢？作为草帽团里最温柔的男人，三治究竟温柔在哪儿？说到这个，反而要从三治的一些所谓的槽点说起。三治的厨师精神和骑士道是他断头流血都不会亵渎的东西。但有人会说，不管好人坏人，只要饿了，三治都会先给饭吃。不管好人坏人，只要是女人，三治都不会伤害她。三治这岂不是拖后腿？其实不是，首先草帽团本来就是互相添麻烦的一群人，这源自伙伴的理解和信任，说拖累就见外了。三治自己也是清楚这一点的，所以当时在乌索普自卑自己是个废物的时候，三治严肃地说，谁都有做到和做不到的时候，你做不到的由我来做，而我做不到的由你来做，但一定要相信你是可以救出罗宾的。这番话也鼓舞了乌索普，乌索普在最后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也可以看到三治并非重色轻友，他对男人只是另一种的温柔。就像一开始害怕人类的乔巴，别人都叫他怪物，他自卑，觉得自己是个异类。当乔巴第一次见到路飞奇怪能力后，问这是什么，三治温柔地说道，我们船长是个橡胶人，是个怪物。如今乔巴能没有心理负担地说出为了路飞自己甘愿去当真正的怪物这种话，乔巴是明白了，他不必为世人的眼色而活，因为这世上不缺有能欣赏他全部的人。还有对战小冯的时候说，你先把我们狙击手心爱的护目镜还回来。在水之都海啸要来的时候，他离队的乌索普不知道三治和乔巴在那儿故意演戏传达给他，也是很有趣。三治虽然对自己秉持的道义无计可施，但他甘愿拼掉自己的性命，不亵渎自己的道义的同时，求得两全之策。但重要的是，错的不是三治，而是那些利用他善良作恶的恶人。现实是我们不可能随便搭救一个人，他便是像克里克那样的恶魔。三治当时只想救人，把本性善良的三治只放在这种情境下并不公平。
因为这个世界上有罪恶，但更多的是苦难；有坏人，但更多的是好人。那些饥寒交迫的苦命人需要山治的帮助，那些被以多欺少、被以强凌弱的受害者需要山治的守护。当世上不如意的事情变多了，就觉得绝望中的一点温柔正义才弥足珍贵，这才是山治真正的道义。山治的招牌魅力就是骑士道了，他的骑士道并不只是对女生的爱慕之情，他给上衣被烧掉的娜美披上自己的西装，帮一个仆人挡住飞来的盘子，这些例子太多了。最重要的是，他面对朵莉尔姨娘依然以 Lady 相称，并为其挡下攻击，并气愤道：竟然向女士发射这种恶心的黑球，算什么男人？获得了朵莉尔姨娘的赞许。在慈古岛遇到雪崩的时候，山治拼命将娜美和路飞送到安全的地方，自己被卷了进去。后来看到平安无事的娜美，虽然山治自己受伤不能站立，但还是激动地爬了过去嘘寒问暖，变成了一只奇怪的爬行动物也在所不惜。在山治心中，女士永远是第一位的，其他伙伴他也自然心中有数，但自己始终是最后一位，这就是山治的自我牺牲。蛋糕岛上，山治想要赶走路飞，这种做法或许不如索隆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来得更气愤，但山治难道不也是想一个人默默扛下所有？索隆那种结果可遇不可求，蛋糕岛的时局比山治预想的更加复杂，真的万劫不复后，那并不是以命抵命就能解决的了。当时不让更多人牵扯进来，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自己去百般顺从。了解山治的难处，也就能看到山治良苦用心的温柔。蛋糕岛篇展现了山治温柔的另一面。以前山治经常犯花痴，露出星星眼，当之无愧的色厨子，但当他真的决定全心全意对待未婚妻布林的时候，神奇的是，他再怎么去营救、去接触其他异性，都不会犯花痴了，就是真的变成了那种小心翼翼的绅士，被剪掉记忆后才恢复原状。所以说，山治是痴而不渣，平时的不正经是因为他还没有遇到一个双向奔赴的人。山治不仅是一个为女士而生的骑士，他对伙伴们的作用也是无可替代的。索隆凌晨4点睡，7点起的老值班人给人印象深刻，但凌晨5点最早起来的是敬业厨子，因为山治要给大家提前准备早餐。山治会在对的时间、对的地方做出对的事儿，而且每次都是帅的一批。戏耍老沙拯救草帽团的 Mr. 王子，带着卡鲁亚军团从小冯手里救下微微的潇洒骑士，掩护娜美乌索普逃离安尼路方舟的借火狠人，从狼人加布拉手里救下娜美乌索普的代号猎人，提前关闭正义之门，扰乱海军追击的机灵智将，听到女士的呼唤，随叫随到的奇葩见闻，伙伴处于危难关头总会从天而降的烈焰火腿，等等等等。山治虽然一直以柔情著称，但他其实很硬，当然不是说血统觉醒后外表的硬。山治能一直坚持自己的道义，本就值得敬佩。他也会有仇必报，在长链岛分槽头那边的裁判老是耍诈，山治忍无可忍，故意把敌人往那边踢，恨不得压死那裁判，好像在说别跟老子躲，再远也能踢到你。弗兰奇抢走钱还打了乌索普后，路飞几个去抄家，山治说我们来不是为了钱，你们打了人就别他妈做缩头乌龟。当然那会儿弗兰奇不在那里，后来在海上列车上终于遇到了弗兰奇，山治当着乌索普的面狠狠地踹了弗兰奇，说道你让我们家长鼻子吃了好大苦头。乌索普出面求情，这件事才到此为止。尼治趁山治不在欺负良家少女，山治后来说什么也得往他脸上还一脚。在茶话会上，山治救了文斯莫克家族，尽管如此，山治被道德绑架了吗？没有，他最后和家治该怎么了断依旧是怎么了断，一码归一码。或许山治不是索隆那种一眼就喜欢上的气质，但如果你想，你喜欢山治的理由可以有很多。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温柔这种东西可能是一瞬间的转瞬即逝，但只要注意到它，它就是最耀眼的那一个。